日本急着想要稀土，已經是不擇手段。第一個，他想要跑到南鳥礁那個地方深海裡面去挖，就算是你挖出來，那你提煉、你運輸啊，都還是一個問題。第二個，他想要從蒙古那邊去找，那更是天方夜譚，那成本有多少？他就想要異想天開哈，他從回收冷氣機裡面去拆解。前一陣子傳出說，日本有一些人想要借着走私的方式將這稀土轉運到中國，就沒想到被中國大陸在海關攔截。接下來關心到中國大陸的稀土核彈引爆倒數，尤其是來自於國際能源署最新示警說呢，6.5兆美元的產業恐怕都隨着中國大陸在對全球稀土的限制而跟着賠賬，甚至可能會動搖歐美國家跟歐洲跟美國國家的這個本土的國本哦。那麼川普在這個時候還不敢對中國大陸翻臉，就是因為9月的習川會快要到來了。日本的部分，中國大陸同樣限制。這個針對於日本的稀土甚至是氦氣的出口，同樣是沒有牌可以打。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來做一次深入的剖析。一樣的，我們歡迎觀眾朋友來做留言。如果您認為中國大陸這一次的稀土牌如果能夠重傷美日，那麼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要持續觀察這個後續的效應，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做一次討論。好，一顆比飛彈更狠的就是稀土核彈了，現在正在倒數。尤其呢，來自於國際能源總署最新發出了一個示警，他說呢，接下來啊就很害怕的是中國大陸再繼續的全面恢復對於稀土出口的限制，影響的會是全球的下游產業。尤其他也點出了一個具體的數字，就是6.5兆美元的產值都會受到衝擊。這當中包括了這些高科技產業啊、國防工業，都因為沒有稀土，必須要被迫停產。那麼美歐會承受將近1半的衝擊，甚至是動搖國本。而為什麼國際能源署這麼的擔心呢？因為我們要看到中美的稀土管制休戰期只會到10月份就會到期了。換句話說，如果中國大陸繼續的在10月份之後加強對於這些美國的供應鏈再祭出更嚴厲的報復的話，那麼美國恐怕會撐不下去了。尤其現在呢，中國大陸在過去這1年仍然是掌握全球90%以上在稀土的，包括分離啊、提煉、精煉、磁鐵加工的技術。那所以呢，我們來看到具體對於產業的影響性是什麼？這一位就是實業家了，美國稀土新創的這個執行長，他叫做邁爾斯。他特別說到，現在市場其實是極度的恐慌的。他提到有許多的公司在示警說，再拿不到稀土，耶誕節前呢，他們的產線就要完全的停止了。那這位執行長也特別提到了幾個在美國喊苦的這些關鍵產業，不管是在國防產業或者是汽車、半導體產業，他說都已經在瘋狂詢問現在的供應情況了。更危險的是，我們看到了稀土的價格也受到了非常嚴重的衝擊，尤其是氧化鋰在中國的報價1公斤只要7.88美元，但是我們看到歐洲啊，現在已經飆破了1175美元，價差高達了150倍，引發高度的恐慌。而為什麼現在美國呢看到這個稀土中國大陸掌握住，而且他們還抱怨說中國大陸給的不夠，但他們也不敢怒哦。原因就是因為現在川普很擔心會不會9月份這場習川會這個影響到這個習川會的舉行。那麼如果沒有辦法讓習近平主席去訪問華府的話，就會影響到川普接下來的期中選舉了嗎？現在另一方面，歐洲也想辦法要自主化供應鏈，所以成立了緊急應變小組，也就是針對這個稀土問題中國大陸現在靠着這一把這個叫做達摩克利斯之劍，就掌握更高的籌碼嗎？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美國的政府，川普政府的內部人員啊，這個胡說八道啊，就睜着眼說鬼話啊。為什麼直接說睜着眼說鬼話？因為他有另外一個官員說啊，放話的那個人根本不懂的狀況。他直接批評說放話給媒體的那一位也是不具名的美國官員根本不懂的狀況。因為當時在2025年10月，習川會見面1個多小時，大概1個小時40分鐘，雙方達成了一個協議。這個協議就是雙方的貿易戰再暫停1年，就是到今年10月。稀土這個部分，那麼中國大陸並沒有完全禁止出口給美國，但是要遵守中國大陸有關於稀土的管制規定，這是講得很明白。所以白紙黑字中就沒有談到有關於稀土的處理問題。
因為稀土的處理問題，當初講的就是要尊重中國的稀土管理規制，而中國的稀土管理事實上經過國務院批准公布實施的。那它的規定是怎麼樣呢？第一個就是純軍事的是不可以有的，因為避免你拿去做軍火，為禍全世界。所以中國大陸就比照美國，對於若干的這些物資會用在軍事上的這些物資實施禁止管制出口，這是第一個規定。第二個規定就是軍民兩用的物資要經過審批，也就是說你這個稀土可以用在軍品，也可以用在民品的，那你要經過審批。然後第三個是純粹民品的啊，就是不會被用在軍品這個部分的純粹民品的，那當然可以出口。而純粹民品的出口，你必須要向中國大陸報告你的流向跟使用量多少。也就是說，你每一年你進口多少稀土，你用它來做什麼，做出來多少，你使用多少，你要跟中國大陸報告，因為這是它的一個管制規定嘛。那這個規定美國也有嘛？那換言之，也就是說，你美國有的制度我也有。那因此你美國也講不了我，因為你講我就講你嘛。所以這個道理很簡單。好，那大陸就按照這個方式來實施的時候，那當然你可以看到了，像這個美國的軍工複合體，他們就幾乎都拿不到稀土了嘛。對。所以才會有 F-35的雷達做不出來，要用鉛塊的這個問題了。那美國埋怨就是什麼？那就是在創造輿論，想要引導輿論給中國大陸施加壓力。可是我覺得這套方法沒用了。大陸就說你拿出證據來嘛，我們什麼時候說軍用的稀土你可以拿得到？那這個道理很簡單，一拍兩瞪眼。所以我個人覺得美國沒有談判條件了，可以了啦。好，這個一方面是中國大陸針對於美國的稀土限制，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是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的限制，同樣也是在這種稀土上面的限制。那現在呢，我們來看到最新消息是，這個專家直接點破了，說中國大陸現在談判已經跟過去10年前是完全不同的。以前是為了發展爭取空間，現在它是靠實力來改善外部的環境。趕快看到中國大陸這一波對於日本的衝擊、產業的衝擊，它從2月份開始出手，當時鎖定的是日本的數十家日本的實業。那也包括涉及到企業跟研究機構。那6月的時候，中國大陸又再次的擴大打擊，包括新增20家日本的實體企業，那直接瞄準日本的軍工、高科技產業，像是包括了三菱重工啊，還有它的防衛研究所。當然了，稀土背後牽動的還有日本最敏感的3大領域，包括了雷達、還有晶片跟軍工。那掐斷的是包括了這個鋰呀、鎵呀、鎢啊等等的這一些材料。那日本接下來怎麼辦呢？其實他們也沒辦法，因為已經被限制長達半年的時間了。就算他們靠走私、靠回收啊，靠自己深海開採，現在看起來都沒有辦法立刻的拿到稀土。預估可能 GDP 如果中國大陸全年斷供，可能會減少1.3%。酈將軍怎麼看？我覺得這次中國對這個日本來講的話，幾乎是毫不手軟哈。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當然，第一個是日本高市早苗上台以後，他想要企圖恢復軍國主義的意圖非常的明顯，甚至於在中日議題上面然後这個不停的挑釁中國大陸。所以中國大陸我們看到這次從這個不管是經貿方面或者是農漁產品方面，甚至於軍事行動方面，都對日本的這種大力的反擊然後要逼迫高市早苗收回他這種錯誤的言論。那尤其是在稀土這方面，更是中國大陸的這種重中之重。我們看到剛開始的時候，對日本第一屆2月份的時候，就對他實施10幾家企業的管制出口，然後這次6月份更對他20家。那日本來講，它這個軍工產業，它並不是單獨獨立的軍工產業，不像美國來講，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它是軍民兩用的。我們知道，包括三菱重工這些。所以，如果一旦中國大陸對日本稀土管制來講的話，它所受到的牽連就不只是軍事方面的軍工產業，而是連民用也會受到影響。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譬如說中國對日本來講，之前的氧化銻也是重稀土的一種，然後因為對這個氧化銻管制，日本原來有3家生產氧化銻的公司這3家公司現在來講幾乎都已經是
沒有貨源來了，那它是不是就要面臨關廠？如果這面臨一關廠沒辦法提供氧化鋰，那日本有關晶片的產業它就沒辦法做下去，因為氧化鋰是做現在 AI 晶片很重要的一個元素，这要做不出來。所以我們看到日本這個急着想要稀土已經是不擇手段了，他用了哪些方式？第一個，他想要跑到所謂松之鳥礁哈這個南鳥礁那個地方深海裡面去挖，可是那個東西是絕對是緩不濟急的。然後第二個哈，你這個就算是你挖出來，這個那你提煉、你運輸啊，都還是一個問題。第二個，他想要從蒙古那邊去找，那更是天方夜譚。你外蒙那邊你去，你這個土你怎麼樣透過中國大陸怎麼樣運到你日本？你不能用飛機運吧？那成本有多少？第二個方式，他就想要異想天開哈。他從回收冷氣機裡面去拆解，可是回收冷氣機去拆解，第一個，你這冷氣人家在用，你不能把冷氣就直接把它拆下來，你一定要等到冷气機它受限到了以後壞掉以後，你才能夠去做這些回收嘛。那這可能是3-5年或甚至於更長時間以後，你才可以有這麼大的量，才可以去收。那第三個就是用走私的，但是沒想到走私這個管道也被中國堵住了。前一陣子傳出說，日本有一些人想要借着走私的方式將這稀土轉運到中國，就沒想到被中國大陸在海關攔截堵下來了。堵下來以後，這批人聽說現在整個這個被查辦、被法辦。所以我們看得出來，從這3個動作看得出來，就是日本來講求稀土是非常急迫的。可是中國在這方面，我認為是絕對不會讓，因為你很明顯的，你拿了這個稀土以後，你就要去發展你的軍工產業。我們看到小泉進次郎說要發展他的這種對艦導彈，或者是防空導彈，等等這些發展它的武器性能。所以這方面，我覺得中国後來講的話，應該是在這方面是絕對不會讓步的。好，那張將軍又怎麼看呢？我認為日本它會走入這硬撐模式，它這個整個不會做戰略調整，它不會走上道歉模式，跟中國大陸這邊它的外交手段變一個靈活，變成一個能夠走軟的路線。我認為不會，我們可以從3個角度來看。第一個，從歷史的角度來審視。我們比如說這個8年抗戰，日本是侵略中國，沒有進出中國，沒有講侵略，戰敗沒有戰敗。我們只是一個中戰，就是這樣，都是這樣。他們靖國神社拜的這些戰犯，把它神格化，他要把這個戰犯拿出去嘛？沒有，他們是神，日本的神，為日本他們犧牲，所以日本他不會道歉的了，他不會認錯的，他也你看日本從來沒有向德國去學，先認錯，然後道歉，然後賠償，沒有啊，他怎麼會認呢？從歷史角度來看嘛，不可能的啦，你要日本人道歉那不會的，他只會硬撐。第二個角度來看呢，從地緣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從地緣這樣來看呢，他現在拉了來抗中，拉菲律賓進來，就要拉印度，又要拉越南，要拉歐洲來抗中哎，日本的這個野心是很大的哎，他有認為他會去調整嗎？我認為不會，他甚至要拉了菲律賓來瓜分台灣的經濟水域，就是這樣子，他是絕對走到硬撐模式的啦，不會走上一種和解道歉模式，這不可能的啦。這個從地緣戰略，那怎麼辦呢？那這苦撐待變。稀土斷裂，日本要崩潰了嗎？今天會來特別關心到是這一家大企業三菱電機竟然帶頭，現在為了要拿到稀土，我只好拆冷氣來搞回收，真的有用嗎？再來就是富士電機，他們則是靠走私暗道被斬斷哦。中國大陸看到這樣的行為，是立刻斬斷了這樣的一個線。日本會淪為供應鏈的孤島嗎？觀眾朋友可以留言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中國大陸的這一招稀土卡關會讓日本淪為供應鏈孤島，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這個變化呢還要持續的做觀察的話，那麼留言寫2，一起跟我們來做互動。我們先來看到這個3個火線話題。一方面呢，日本現在在喊要去中國化，一邊呢，他為了要拿到稀土，只好拆冷氣了來拿到稀土，這個是被逼回的現實嗎？第二件事情是，日本除了自己想辦法之外，他也開始聯手其他的國家。法國這2個國家說要一起來做稀土的回收工廠，真的能夠是一個重要的解方嗎？還是一個戰略口號？第3個問題，富士電機爆出疑似呢有稀土走私哦，日本現在是連灰色取得管道都被堵死，因為中國大陸最新也針對了這樣子的一個管道做出了管制。那麼日本會不會被逼成為一個供應鏈的
孤島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要來看到最新消息哦，日本講得很漂亮，他說要打造自己的供應鏈，但是現實就是這個中國大陸的稀土手段一掐緊之後，我們剛剛提了嘛，日本怎麼做呢？他開始做的就是徒手拆冷氣、挖廢家電跟回收垃圾找稀土，而且帶頭的企業竟然是這一間大企業，還不是中小企業，三菱電機，他們主動來推動冷氣機回收的計劃。從哪裡來拿到稀土呢？包括報廢的空調壓縮機、馬達跟磁鐵裡面，將這些稀土重新給它挖出來。日本這邊做了一個統計，說，靠着回收計劃，包括這個冷氣裡面所需要的稀土，大約35%的利用率都是可以拿到的。真的有這麼的容易嗎？我們也會持續的來看哦。但是呢，日本的民眾就炸鍋了，他們認為說，這個日本稀土短缺的問題已經嚴重到比政府所說的還要嚴重太多了，甚至他們痛批說，我們又不是在撿垃圾，為什麼要做到這樣子的一個手段呢？這是來自於日本民眾哦，非常的氣憤，他們還擔心接下來冷氣機的外機會不會這個盜竊的問題變多了呢？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來看到呢，日本還拉上了這個法國，要一起來做這個稀土回收，直接鎖定的就是要在歐洲建立首座的稀土回收工廠，投資金額2.16億歐元，預計2027年就可以來做運轉，希望能夠提煉到這當中的銻重稀土。但是我們也來看到，目前呢面臨的4大問題是什麼？來看到第一個就是量不夠，還有純度不足，成本太低，成本太高，還有時間呢還是相对的太慢了。這個是中國大陸出手的管制。再來就是它也針對了包括日本的企業哦，做這個稀土的雙軌管制，把許多的企業10家大企業列入觀察名單當中，大幅的增加對於稀土礦物、永久磁鐵、軍用物資的審查。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來特別請教艦長怎麼看三菱帶頭做的這個拆冷氣的動作，還有包括拆廢家電的動作，代表說中國大陸已經打到日本製造業的痛點，他們沒招了嗎？艦長怎麼看？可能不只是打到痛點，而是真正的卡脖子，也就是這些工業是否能夠存續都是個問題啊。我們講到說這個稀土啊，它不是土啊，那它只是感覺上好像是土，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很稀有？它不是真的很稀有。它真正的問題是冶煉或者是萃取的過程很複雜。那在之前呢，大家會認為說這是裡面有非常大的這一個污染啊。可是中國大陸起步的非常早，它從1970年代透過這個徐光憲院士啊，他就已經來着手的有關於稀土的如何的萃取的過程啊。甚至啊，連領導人這個鄧小平都曾經講過稀土啊，我們就知道中國大陸呢，其實是因為它自從改革開放之後，它成為這個代工的大國。那代工呢有2個重要的原則，第一個也就是重要的，它要達到量產的規模，它達到量產規模，它才有足夠的廠商剩餘啊。那第2個也就是它要掌握原料，掌握原料也就是稀土的部分。那中國大陸也因此啊，它在很久以前，也就是20年之前，它就已經能夠完全的掌握各種稀土，不是我们只講的中重稀土而已。例如說，我們現在還講到這個鎢也是，我們講到的6氟化鎢，那我們只講鎢嗎？沒有啊，佛氣也是如此啊。佛氣全世界每一年的這一個產量950萬噸，中國大陸生產多少？590萬噸，也就是1半以上都是中國大陸生產。那我們現在看到那個日本就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第一個他想要回收談何容易啊？他現在去拆冷氣，那其實他還不如多拆手機啊！手機裡面的稀土元素甚至可能更高。其實他可以把他的之前的這些潛艦也拆一拆，裡面也有很多的這些稀土元素啊。第2個，他就走了這個竊盜供應鏈啊，你用偷的啊。那其實還有第3個啊，也就是到這個遠的要命的國家去要。那也就是他之前去找到哪一個國家？找到蒙古啊，他找到蒙古說，我們是不是可以供應啊？蒙古也同意啊。但是當
王毅外長到了蒙古之後，這件事情就黃了。為什麼？因為他不要忘記啊，蒙古一直長期以來遂行的第三邻國政策，因為它只有2個鄰國，它不是中國就是俄羅斯，是它2個鄰國。那它要能夠往外輸出，其實只能靠陸運、海運。那它以及它沒有海運啊，那只能靠陸運跟空運。那但是這都非常貴。最近日本又想到一招，跑到南鳥島5000公尺深的海裡頭去挖，結果挖出來的還沒有冶煉的這一個過程，就已經是中國大陸成品的這一個20倍的這一個價格。所以日本想什麼方法都沒用，還不如好好的回到中国大陸的要求，就是拋棄這一個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這一個胡說八道的說法。好，那同樣的問題也請教亦修怎麼看？那另外呢，剛剛我們提到了嘛，他這個日本之前去尋求蒙古的幫忙沒效，那這一次找法國一起來做這個稀土回收廠有效嗎？那亦修又怎麼看？這個居民兩管制清单的這個威力啊，這個當初年初的時候弄的時候，大家還想說，日本怎麼會印啊，都沒有反應這樣子哦。那實際所有人都知道，其實就在等倉庫清空了，你就知道。因為稀土是這樣哦，即便做城市回收，它跟鋁跟鋼這種普遍性的這種還有銅嘛，這我們最常回收的幾個金屬是很不一樣，因為它分布得很散，它只在關鍵零組件裡面有。所以刚刚艦長提到這是非常關鍵嘛，你即便去手機裡面挖礦，那純度最高，那又怎麼樣？那數量也非常的少。是它直接的結果是什麼呢？目前日本認為說，2026年他們用城市礦山，也就是我們的廢品，回收率只有35%，就極限35%用回收代替。那就算你這個推到2030年，你有辦法全部使用嗎？而且你這裡相當於是你越用越少嘛，因為你不斷回收，那回收是會耗損的。那你能夠持續多久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啊，它整個的一個影響是非常巨大的，不只是日本的。我們看到美國最近出現一個很搞笑的場面 ，F-35B 啊，這最先進的這個5代逆中戰機呢，竟然交付的6架沒有雷達的，就機坪裡面只裝了配重塊的一個飛機，交付給美國軍方來使用。這簡直是聞所未聞、匪夷所思。為什麼？因為他們現在想要用的這個雷達那它變成說，它沒有辦法足夠的微縮到它的機坪內，因為這個雷達的性能的問題。你如果用其他非稀土代替的話，就是沒有那麼好。所以現在的關鍵是雷達造不出來，這個是很要命的。再來第3點這個其實我們很多說卡脖子啊，其實我講白了是叫斷氣啊，因為我們知道從歷史的脈絡來看呢這個19世紀是煤鋼的世紀，20世紀呢其實是這個銅鋁的世紀，銅跟鋁被大行起來，尤其是鋁，鋁合金怎樣飛航太空這樣的。到了21世紀是稀土的世紀，它是每一個時代我們都可以看到每一種不同的金屬它的運用到極致，因為我們對於鋁、鋼、鎂這些都已經非常非常的透徹，但是我們對於稀土礦這些合金的這些怎麼去產生它的效用的話，還有一些可以透徹的地方。所以未來的科技包含 AI 啊，各種這種前沿科技，它沒有稀土寸步難行。所以現在看起來日本這個痛正在痛了，不過這個高市早苗最大的問題就是，如果他屈服了，那當初擁他上來那一股民意，也會成為摧毀他排山倒海的海嘯。所以為了避免被撕心裂肺吧，所以他只好繼續去當莫迪的小妹妹吧，只能這個樣子了。好，我們看到高市早苗的政治的動作已經影響到全日本的產業鏈了。那剛剛叫痛的，除了這個三菱電機他們只好去拆冷氣之外，另外一家重要的也是同樣是日本的企業所以這一家是富士電機，則是疑似爆發了稀土磁體走私案。那麼這當中被挖說有涉及2名的日籍員工在中國大陸被逮捕，而且涉及的人總共10個。大家本來以為說是不是只有企業這家企業涉及在當中，結果呢往這個內部一挖，發現包括了海關、貿易商跟仲介都存在，可能有一起來協同這個灰色通道。於是呢，中國大陸現在也開始要斬斷這樣子的一個灰色通道了。會不會讓日本變成一座孤島？如果他的報復行動繼續下去的話，楊老師怎麼看？富士電機的這個事情不只是他們2位就是日籍的員工試圖把在夾帶中間永久磁鐵裡面的一個機械帶回到日本，而且把它給拆設。那事實上還順藤摸瓜，把超過10個中國大陸當地的貿易商、中介人、本地人，
那因此，這代表什麼意思？代表着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的稀土的管制不是只有出口管制，而對於整個日本可能走這種灰色地帶，或者是走這種走私的方式然後呢夾帶的這整個路線也都管制下來，也都把它砍下來。所以，當然中國大陸內部可能這些鋌而走險的人，也許還會有，可是呢，我覺得就會大幅的減少。那這就會有效的能夠去達成對於日本的稀土跟稀有金屬的出口管制。那這個出口管制會不會造成剛才思明所問的，日本會面臨到孤島化的這個問題？孤島化是個概念那什麼意思呢？也就是它會不會在這個比如說軍事上、經濟上、外交上，變成一個單一的，因為要去對中國大陸的這個政策，就我講的叫抗中保日，然後呢，別的國家開始就跟他保持距離。目前看起來，他在稀土層面3個作為西方的國家跟他還願意配合，因為對西方國家這也是一個他們未來這些稀土跟供應鏈希望某種程度達成自主，但什麼時候達成自主，天曉得。3年、5年，我覺得大家講3年、5年都其實都這個根本都沒有信心，應該可能10年、20年能不能做到都不清楚。那哪3種作為呢？第一個開礦，第二個回收，那就是拆冷析機嘛。对。那第3個呢？降低在這些主要的器材裡面的稀土的使用量。他們現在是說，在電動車裡面，可能原來用到稀土的幾個元素，改為用鐵，那但是這個東西就是什麼樣的效果呢？所以這3個都根本走不出來。那因此它會不會真的走下去，變成孤島化？軍事上經濟上，還有呢外交上。外交上可能這些西方國家願意跟他合作，可是呢，如果你真的是走向了一個跟中國完全對立的時候呢，他們也會考慮到自己是不是跟中國的關係、跟經貿關係、跟大國之間的關係，也要考慮到是不是願意跟你日本陪着你日本一路走到黑了。日本現在的經濟出現了哪一些難題日本曾經是這個全球的第2大經濟體，也可以說為是亞洲最穩定的一個金融體系的代表。那大家都知道嘛，近期日本的匯率是跌得非常的慘甜價吸引了全球的觀光客去造訪。但同時呢，日本也正面臨的很多的像是匯率的暴跌啦、債券被包售啦、企業的破產等等的增加，還有物價全面上漲等4大危機我們帶大家來看，甚至呢，市場現在都在懷疑日本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全球金融引爆的一個疑慮。雖然呢，日本的央行是很努力嘗試要拯救這個匯市，但呢，我們看到這些機構這些包括了普萊士、還有瑞穗銀行、還有三井住友銀行，他們其實看日元的匯率都還是持續往下的。我們之前說$1對這個150，大概就是它的鐵關卡，但現在呢，金融機構怎麼看？690啦、170啦，還有180，甚至還有人說到200這樣的一個狀況。哇，那到時候這個日元到底會跌到什麼慘狀？大家都覺得它是一個無底洞，我們要持續觀察下去，並且呢，不只是匯率一坨糟，這個國債在今年6月呢，遭到了海外投資人的大舉拋售，單月就賣超了這個3兆這個級別的一個數量真的是讓日元重貶，日債拋售，還有政府的債務居高不下，這麼多的燙手山芋同時存在的情況下，你就知道問題有多嚴重了。所以過去日本這個低利率的神話，還有到現在財政信心危機其實這2者之間只有一窗之隔是非常容易就捅破這一層紙窗的。那如果這個債匯呢都持續雙殺下去的話，尚志哥你怎麼看？日本是不是正在醞釀一個金融全球風暴的一個破口會發生嗎？大家為什麼擔心日本？主要就是日本剛剛其實進條講這一切，日本最近的財政震盪已經其實超過大家的想象。那比例最高其實就是日元。日元要知道，其實日本央行其實已經拿了700多億美金，700多億美金進來要來干涉匯率都沒有用，現在還是一直貶值，也超過我自己的預期。我本來先前覺得會升回來，結果都沒有用。好，我們要知道，在觀察一個國家的狀況，當然你要觀察它的產業。我們談了稀土被中國制裁，它的觀光、它的民間的這個東西，其實不是。大家看3個，看日元、看日債
以及看日本股市。所以我們先講日本股市好了，日本股市其實表現還可以，日本股市現在創歷史新高，那麼在6月部分已經破了歷史的一個7萬點哈，最近大概都是6萬點、7萬點這個邊緣，而且外資當中有人甚至認為會漲到9萬點，所以說日本股市大家看雖然看起來是好的，可是日本股市跟台灣股市一樣，現在都是整個偏傾斜的，都是以科技類股為主，它並不均衡。好，日元剛剛提到它的問題就是央行它都不信。要知道，一個國家，如果你央行打算要升息，央行要控制貨幣，但這個全球的市場沒人信，你做的東西它覺得沒有用，而且你現在到底要不要升息，各方面雖然略略的升息，接下來呢都知道要放鷹會升息，可是大家都不信，所以日元繼續貶值還差那麼多，所以他會怎麼辦？所以第二個部分是日本政府。高市早苗政府現在它的舉債超過想象。我講一件事情，日本現在最近在發債，7月2號才剛剛要發這個10年的國債，因為他們要花的錢實在太多了。10年國債因為短期，那麼它的利息大家比較願意買，長的20年、30年、4年没有人要買了哈。特別像日本，你又欠那麼多債務，日本的債務國債已經高達1343.8兆日元，然後每年他們的稅入1/4要來的還債。好，所以日本現在7月2號發債也沒人要。於是呢，可是你看看高市是什麼概念？好，我盤點一下，算給大家聽。首先呢，他自己本身在答應要给美國5500億的投資，現在還是慢慢在塔。美國這個財政部長已經催他好幾次，專程跑來，他還在那邊拖。好，在此同時，明明已經日本內部國債欠了那麼多錢，對吧？已經超過你的負擔了。結果高市早苗做的事情，他跑去印度，跟印度說：“我未來10年跟你10兆日元，眼前今年2兆日元的概念，2兆就125億美金呢，要合作。”跑到菲律賓，跟菲律賓說：“我要跟你有34億美元的接下來的部分合作。”然後对日本的國內說：“我們官民要來做經濟開發，370兆日元要投去各式各樣的你能想象的部分開發，包括這些軍國主義的這些的再開發。”這就高市早苗上台之後，國際大撒錢，然後欠美國，然後國內要大撒錢，你覺得還能相信嗎？所以日本的財政部、日本的央行現在大家都不信。所以呢，雖然日本股市現在是起來的好，那它的危機點在哪裡？我覺得它的危機點是一旦日本的股市外資拋售，我覺得接下來如果外資拋售的時間點，因為 AI 或全世界的聯動當中的時候，它就會使得日元、日本日債，還有包括日股都巨大震動的時候，我覺得日本可能雖然不是說經濟坍塌，對，可是那個東西就失控了，而且這失控就會影響全球的金融。大家要特別接下來注意這一點哦，不要認為說好像有人喊到9萬點，那麼日本股就一路上去。現在狀況跟台北股市一樣，要居高思維。了解。好，剛才這個上次跟我們模擬了一下，如果股匯是3殺的情況呢，大家真的要特別注意，好不好？不過現在隨着日元匯率持續的走貶啊，這個日本國內的觀光啊倒是賺得風生水起啊。我們知道很多觀光客去玩啊，甚至出現了這個陰陽菜單的狀況。你拿中文或是你拿英文的菜單啊，價格是跟日文菜單不一樣的這個雙標的現象。但要知道，不是所有日本人家裡都開餐廳賣抹茶冰淇淋啊。你那些做貿易進出口的人怎麼辦？你這些中小企業現在成本這麼大，他們承受的前所未有的壓力。我們來看一個數據哦，根據東京商工的最新調查，在2025年的會計年度，日本破產的企業數啊，已經是達到了10505間了，這較前一年是增長3.6%到4%的，更寫下了10多年來的一個新高紀錄。所以很多的企業，大家看着這麼多觀光客來，但他們卻只能倒閉啊，他們吃不到這個紅利啊。那過去呢，大家都認為說啊，你日元貶值是有利出口啊。但現在是進口成本的暴增，企業的倒閉創新高，弱勢的日元是不是已經從過去幫助日本經濟的助力，反而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包袱了，沒有辦法解決？接下來關廠、裁員、失業，這都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啊。黃店長，你有觀察到這個問題，你覺得會擴大嗎？我是這樣講，這個經濟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對，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國家都希望我的这些匯率也好、利息也好、通膨也好穩定，哎，那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事情。那只要一變動很大，就像有時候台幣升，你也可以看到國內一大堆人批評。那我想這樣好吧？這樣你也發現一大堆人在批評。其實所有做生意的都希望穩定，他能夠知道他怎麼樣去買，怎麼樣去賣。那日本到底問題出在哪？問題出在1985年代的時候，那個時候日本的經濟橫掃全世界。我那時候記得我在這個美國讀書，那個教授講說，全世界有10大銀行哦，7家
是日本的，前3大全是日本。所以这麼強大之下，在1985年這個廣場協議就逼着他從241比240，像今天才最多輸到200嘛，對，240哇升到120，那對日本是一個非常非常強一個強烈的一個打擊，所以他日本一下子變成強勢貨幣了，變成這麼的高，所以他怎麼樣？他就要採取弱勢貨幣，他如果採取弱勢貨幣就是低利息，他就把利息幾乎降到0，甚至有負的時候，希望大家能夠利息低嘛，你就來借。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長期日本大概利息從0到1嘛，像現在的1，那美國國債是4。如果我是一個大的金融財團啊，我們什麼事都不要做，我從日本借個相當於100億美金的日元借。我付你1%的利息，我拿去買美國的這個國債賺4%套利，我什麼事都不要做，我1年就是3億美金的收入。所以很多人這樣做，但是這是不是日本希望的？當然不是，他希望能夠恢復正常。所謂恢復正常的一個參考標準就是通膨，全世界大部分的銀行希望通膨是2%，那日本長期在很低哦。2020年日本的通膨是0，2021年日本的通膨是負0.2，它一直很低。那結果最近好了，最近好到這，2022是2.5、3.2、2.7、3.2，就是突然一下子變成正常了。所以最近他希望能夠怎麼樣，能夠提高他的利率，他希望他的利率跟全世界一樣，不然你的利率特別高或特別低，對你影響很大。就他在提高的時候，很多人就發覺，哇，那我原來借你的錢去的，我趕快把你重新還，就一下日元就垮下去了。這是影響它最近一個最大的一個原因，但是這個的影響主要在中小型的叫做內需型的企業，大部分倒了，大型的跨國的目前都還可以撐得下去。那會不會影響很大？我覺得以日本的實力啊，我跟你講，日本的經濟實力還是很大的，造成一個巨大的一個叫做黑天鵝哦，幾率不大。了解。好，但是現在日本的金融市场還是有一些考驗在後面呢。最近呢，他們的政府就有一項要提出高達370兆日元的一個長期投資計劃，就是要趕在現在熱頭上的 AI 發展、半導體、國防跟先進製造這樣的一個長遠願景。但因為部分的融資設計是仰賴所謂的過橋國債，還有這個定義模糊的稅外收入，這就埋下了很多的不穩定的因子哦。剛才我們黃艦長有提到，過去這個廣場協議造成的衝擊啊，別忘了日本那個失落的10年，那可不是開玩笑的。很多人現在想到那件事情都還會怕。所以如果一旦黑天鵝真的出現了，經濟垮掉了，東亞其他經濟體是會一起下去，還是說，借由日本這個強大經濟體的垮掉，其他人反而可以吃飽一點？賴老師，我覺得過去日本由於在全世界它的經濟體排名第2，對啊，然後接着美國很近啊。所以它在亞洲是遙遙領先的情形下，日本的衰敗對亞洲的影響衝擊面很大，很大。就是你剛剛講的30-40年以前，它所發生的事情。是。可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在全世界排名第2，事實上平準購買力排名第1。是。日本也不過中國大陸的1/4不到啊，大概在1/5到1/4之間，也就是它就有4萬多億美元左右啊。所以日本如果它的經濟出現很嚴重的問題的話，我個人覺得對亞洲的經濟有影響，但是不至於衝垮亞洲，因為中國大陸可以把亞洲的經濟支撐起來。以目前來講，大陸是整個亞洲所有國家的第1大貿易夥伴，幾乎了所有的亞洲國家。所以，但是日本不是，所以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我覺得日本會產生影響，但是不會像40年前影響那麼的大，這是第一個。可是日本的風險開始浮現了。過去我們常講說，日本的政府是高負債，可是它還是很安全。那是因為90%都是日本的國民跟央行在買，日本的企業、銀行、日本的央行，還有日本的國民買國債90%，所以外匯的這個10%的買賣拋售影響不大。可是現在的情況是，它最憂慮的是，如果它一旦升息的話，那日本政府怎麼辦？所以我個人覺得，以日本來講，它還是有風險的。
趕快來看到這一起意外事故，日本自衛隊的軍官闖使館要殺人哦，是軍國主義復辟嗎？今天會來特別做關心這一起事件，趕快來關心到是日本警方證實的24日持刀闖入中國駐東京大使館的嫌犯，他是日本自衛隊的現役成員，他叫做村田晃大，年紀只有23歲而已，階級是陸上自衛隊3等的陸尉。好，針對於這樣子的一起攻擊哦，中國外交部是痛批極度震驚，違反了這個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還特別提到了自衛隊的管控是否出現了漏洞，這是軍國主義右派勢力崛起的一個問題嗎？再來就是來自於智庫特別做的一個分析，說日本社會現在針對於中國的敵意跟暴力風險正在逐漸的上升當中，導火線就是日本長期在政治上面的操作，渲染中國威脅，才會有了各種的事故發生。針對這一起外交的事故嚴重性怎麼評估？跟日本軍國主義復甦有關係嗎？岳老師怎麼看？這個人呢，就是他叫做村田晃大啊，我把它改寫成農村田夫啊，晃悠悠的爬進了中國大使館，大殺人了，提了一把大刀啊！大家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因為這件事情啊極其嚴重啊。他犯下了，就是在現在的氛圍當中，大家要了解中日之间的，我不是開玩笑的啊，就是好像快臨開戰都沒有很遙遠，因為大陸從2020年開始進口出口就連續對於日本所有的軍工企業還有民用企業都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們討論了好多次，對不對？那首先第一個的話呢，中國駐日大使館是中國領地哦。這是侵犯中國主權的，你爬牆進去還帶了把大刀進去的話，你自己要了解，而且裡面在喊啊，以神之名要殺掉中國外交官，人家外交官沒惹你啊，對不对？那人家話原來你們自己高市早苗講的那個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存亡事態危機，你自己要檢討啊，對不對？這是第一個嘛，所以說林健會很火大，因為很少有領事館或是使館被攻擊的，這個是太離譜了。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就是說他這個從那個自衛隊裡面他是現役的人員。帶了一把大刀出去，你那個自衛隊人的話呢，就是沒有這樣子注意到這種事情嗎？啊，而且我覺得說是他才23歲，我第三點我真的不了解，你在仇恨什麼東西啊？啊，你知道，我只有一個解釋的方向，讓我想起来，我實在是不願意再提。我就覺得日本的軍國主義從來沒有被收拾過。我們小的時候看到那個三島由紀夫的時候，我那時候因為我是抗戰家屬，我覺得三島由紀夫就是瘋子了，每天在那練習切腹什麼東西的。哦，後來我碰到了很多那个對日本有好感的，都覺得哦有了喜，好像這塊了不起的一樣。我就覺得有點奇怪。好了，這個就是最典型的。盾智會三島由紀夫辦的盾智會，大家可以去查查這個歷史。他當初為什麼自己要自殺？因為他到日本國會去遊說，就國會議員下來不知道他幹嘛，神經病一樣。這個基本上的話，這個農村田夫啊，晃悠悠的大殺人啊，他其實啊，他叫做村田晃大啊，這個家伙的做法就是跟那種神經病啊，軍國主義的神經病。是一模一樣的，你知道嗎？而且他這個做法完全一點對他好處都沒有。為什麼？因為大陸現在正找不到借口來找日本出氣啊。那現在日本話呢，就是你看大陸這個林健就講說，你們自衛隊怎麼搞出這樣現役軍官？那個時候日本都不敢承認。第一個不承認有沒有這個事情，第二個不敢承認他是不是這個自衛隊，然後第三不曉得他是士兵還是還覺得他神經有問題。這個不是精神病的問題，這也不是循訓挑事的問題，這是。我以前我根本不能理解，我原來對於這個中國人恨日本人我可以理解，我對日本人也恨中國人，我真不能理解。對。那另外一方面，現在也比較擔心的是說這是單一事件，但是我們也看到說，確實這一位他是自衛隊裡面的人員嘛，但是現在自衛隊的人員正在擴編當中，那原因是什麼？現在有一個想法是說，會不會日方已經從過去針對中國式防衛，已經轉向在前沿做了壓制？那我們也來看到說，那日本現在全面擴編、全面擴軍做了哪一些具體的項目？第一個，我們來看到自衛隊大規模的改組，包括了它的海上自衛隊增設了水上艦隊、水陸兩棲機雷戰群，強化聯合作戰。那自衛隊的人員也擴編，包括了現在有宇宙作戰群升級為作戰團，編制從310人變成了670人，到今年呢會增加成880人。再來就是南寮島跟熊本部署12式地對艦诱導彈，射程涵蓋了整個中國的東半部。
委員怎麼看？當然嘛，就是說对日本來講哦，其實有2個這個情節是一直存在的哦。就第一個，就像剛才這個苑老師提到的這個民族主義的情節哦，特別是這個些右翼的這個日本的政治勢力這些主張，其實在過去這些年來，在戰後的這幾十年裡，只是暫時被壓制了，就被埋藏在他們的內心裡哦。就好像美國的这個白人至上主義一樣哦，就美國講的說不可以種族歧視，不可以這個歧視有色人種，是誰把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給解放出來的？就是川普嘛。所以因為川普，現在美國的那種白人至上的這種情緒就非常的高漲哦。那日本也是如此啊，日本從安倍一直到高市哦，那麼他們其實都是非常深刻的了解到，就是日本的這些人民，他們內心的這種民族主義、這種軍國情懷哦，仍然在他們的心中，只是暫時被封存起來了。他們也把它解放出來了。所以從安倍的政權為什麼這麼穩固，一路走到了高市，其實就是因為這個日本的右翼勢力開始全面的抬頭嘛。哦，那麼第2個情節哦，日本沒有改變的就是甜美情節哦，就哪怕他被美國推落了這個失落的30年的這個經濟這個停滯的深淵裡，他們還是熱愛美國，哪怕他們被美國踐踏，哪怕他們被美國出賣，哪怕他們被美國犧牲，他們的那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哦，只有越來越強，一點都沒有減少過。所以在這種甜美情節，再加上軍國主義抬頭，他們當然現在很樂於當美國的代理人打手啊。當美國要撤出第一島鏈的時候，總要找幾個人守在第一線當小弟看門狗。這個時候日本這個責無旁貸的就扛起了重任哦。相對來講，韓國的李在明就很聰明啊，就閃得遠遠的了，因為他很清楚知道美國在打什麼主意。那日本為什麼要幹這件事呢？除了我剛才講的甜美情節以外，當然另外一點是他希望借着這件事情取得美國的首肯，讓他從原本的和平憲法當中釋放出來嘛。所以我當你的小弟，當你的看門狗，那你總可以讓我進行修憲，讓我能夠擁有更多的軍事力量，然後軍力投射可以到更遠的地方。所以他們講的叫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對，這是他們的這個夢想。对，所以在這種過程當中，其實我認為未來的中日之間的摩擦跟衝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說過，人民如果是這樣想哦，就原本各位還記得嗎？當時大家看到了這個中國大陸對日本制裁的時候，很多人就說日本的這個民眾就會反彈了，然後高市政權就完了。日本民眾沒有反彈，為什麼沒有反彈？其實這個故事很簡單，現在全世界都在走民族主義的浪潮，所以我們剛才講到了以色列，剛才講到了伊朗，不都民族主義嗎？誰願意退一步呢？現在日本也是如此啊，中國大陸更是如此但是我會覺得說，其實現在的這個狀況如果持續發展下去，還是那句老話，中國人民的國仇家恨也沒有忘了。就日本當年怎麼屠殺我們的，我到現在到了上海的這個四行倉庫的紀念碑，我站在那裡，我眼淚都還是會流下來的。我也會。所以我看着我們當年那個部隊一個師一個師的陣亡在，看得到彈孔。對，陣亡在上海的淞滬戰役裡頭，那個時候那種仇日情節怎麼可能會放下呢？所以日本如果真的這麼蠢，那麼最終他們就會變成一個犧牲品。所以現在整體在這個右派的情緒、民族主義的情緒在日本崛起。那當然，日本它在外交辭令上面也改變了它的詞彙。這個是它的外交藍皮書草案，將中國從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降為重要鄰國。但一方面又跟中國說我們要喊和平，要一起合作等等哦。那中國呢，怎麼反制呢？在最新的這一場高峰論壇中有80家的全球企業高官、高階主管一起齊聚，包含了蘋果、福斯、三星、SK 海力士，但是唯獨沒有邀請日本。幹哥怎麼看？好，我跟你講，民族的仇恨要放下，但是今天我們絕對不能夠忘記民族的大義。也就是說，剛剛2位講的，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即使今天這件事已經過了80年了，但日本就是侵略者，他是整個國際社會東亞動盪的元兇。我講到這邊，我也很氣，為什麼？有想到那個詞叫做大東亞共榮圈，共榮是你共榮，是你在榮，你在光榮，是拿我們的血肉去當你的墊背，對不對？所以說這種東西還被我們的總統拿來再掛在嘴巴上面講，哎，有時候我真的是講到這個就義憤填膺。不過中國在這次兩會之後最大的論壇，我就不請你來，怎麼樣？SK 海力士啦、三星啦、福斯、蘋果什麼大老闆都來了啦，高階 CEO 就來了。對不起，請問一下，川崎重工的 CEO 在哪裡？啊，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川崎重工，还有三菱重工啊等等这些，这些都是日本很重要的企業啊，对不对？没有来，那为什么我不邀請你來？什麼意思？有了，我們有邀請一個亞洲銀行了，但是因為亞洲銀行的主席也是日本籍啊，對不起，要換一個就副主席來，副主席是美國人。